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5年6月1号星期日。今天要来修理行动电源，电池已经膨胀了，因为我这边没有这一种电池，所以我打算用18650的电池来改。我对这种行动电源蛮好奇的，所以我想要来测一下它的功率。目前已经充饱电了，所以我们先来测一下它的功率。那我们先看一下规格，我们是看输出这边5伏的最高有到 3A。那要测功率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设备，我们可以用这一台。那我们要更换一下配件，配件换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测试。经过自动检测后，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 3.7A。最大功率可以到11瓦左右，这样子就代表主机板是好的。经过简单的测试，电量已经没有了，所以代表这个电池容量已经都不足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找18650的电池来进行更换即可。那我先选一下电池，那我这边容量比较大的二手电池大概只剩下20700的锂电池，初步判断应该可以放6颗电池吧。20700的平均容量大概在1400左右，这样子组起来应该够用啊。一整天的话应该够用，因为这个电池组组起来它是并联的。那我自己是习惯性做一个内组大小的排列，那我这边之前都有测试过了。那我们就是排列一下，然后做点焊，这样就可以了。点焊的部分我们一样用这一台，为了点焊方便，我自己做了一个一体式的点焊笔，然后我们这边稍微改装一下，这样就可以了。触控一样调手动的。功率的部分，因为它这个线径比较小，所以我们的功率要稍微调大一点，大概调到15左右。点焊之前可以拿这种坏掉的电池下去做测试。测试的话，建议你从负极开始。那我们测试一下。不太行。那我们再调高一点，调到25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以25的档位下去做点焊。那镊片是0.2的。这边不太平，我先找一块东西垫一下，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把它连点上去了，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正极的部分，因为我没有20700的轻科质做保护，不过它里面已经有绝缘的保护了，所以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啦。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样再剪一条。接下来的作业都一样，那我先把电池都做起来。这边点焊好以后，这样子容量加起来大概也有8000毫安时了。释放一下，没有问题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电池做一个保护，我就用简单的胶带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功率比较小，发热量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当然我们还是建议你要用这种耐高温的胶带，这个材料比较贵啦，又是我自己要用的，所以我自己会这样子做。如果你是自己做的话，那就建议你要按照标准的程序下去做，这样子会比较好。固定的部分卡到厚度的问题，就用这个稍微给它加固一下就好。那我们就把它压上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做一个固定了。接下来我们就是将其他的东西用胶带把它粘好，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按照正负极把它接上去，看一下电量，目前是满的。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一个装上去，最后把它组装上去，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这边之前已经被电池膨胀用坏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上一点胶固定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们的行动电源就组装完成了，就是用胶带稍微把它固定一下，可以正常充电。那我这一组行动电源就是用最简单的材料以及二手的电池下去做组装的。你如果对电池的组装风险跟电池的相关知识不是很足够的话，那我会建议你直接交由专业的店家，让他们帮你挑选电池，
以及进行一个比较专业的电池组装，这样子对你的工具来说会相对的比较安全一点。那我自己是因为有一些二手的材料，虽然材料不是很充足，所以我会运用一些其他的材料来做一个完整的组装，尽可能的做到物尽其用。那我们充饱电以后，我们一次性充3台设备，这一台没有问题，这一台也没有问题，这一台也有在充电，这样子我们的行动电源就维修完成了。那我这一篇行动电源的简易维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